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！刷到这条影片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频道今日要与诸位谈一谈住宅风水与能量净化之道。老话常说，家和万事兴。可是啊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何有些人住进新家后运势飞涨，有些人却诸事不顺？这其中大有学问，且听频道细细道来。我研习国学数十载，深谙易经、道德经之奥妙，今日便要与诸位分享一个改变家运的秘法。此法源自古老智慧，却十分简单易行。各位可知，我们的住宅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能量磁场，正所谓天人合一，住宅之气场与人之运势息息相关。太上感应篇有云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若是家中充斥着浊气、混乱之气，又怎能招来福运？哎呀，说到这里，想必有人要问了，大师，那要如何净化家中能量呢？且慢，听频道慢慢道来。自古以来，盐便是最好的能量净化之物。道德经曰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盐便是天地精华之所在，它不仅能去腐生心，更能化浊为清。我常与弟子们说，想要财运亨通，先要居所清净。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阴阳宅大全中就有详细记载。一个家宅的能量场若是浑浊不清，便如同蒙了灰的明镜，再好的风水都照不出光彩来。说到这里，想必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知道具体方法了。莫急，待频道先说说选材之道。此法所需之物并不珍奇，但求自然质朴，首选天然海盐或喜马拉雅山盐，因为这是最纯净的盐，蕴含着大自然的力量。记住了，不要用普通食用盐哦。为啥呢？因为精炼盐少了天地灵气，就如同失去了根本。这就像庄子所言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最自然的往往是最有力量的。各位有缘人要记住，净化不只是形式，更重要的是心诚。心经有云：照见五饶皆空。我们净化住宅，首先要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只有带着诚心，我们的举动才能真正起到作用。说到这里，想必大家都在疑惑，究竟该如何调配这清净之物呢？莫急，这其中还大有讲究。不过今日时辰已到，我们且歇一歇，下次继续为大家详解此中玄机。记住了，想要转运，首先要安。所谓安，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。今天先记住这些，下次我们继续聊净化之法的具体步骤。老话说得好，欲速则不达，改变运势贵在持之以恒啊！现在来谈谈如何调配这转运圣物了。哎呀，说起调配之法，可是大有讲究。老祖宗留下的智慧，句句都是金玉良言。易经有云：阴阳和合，天地交泰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用阴阳调和之水来化解煞气。具体怎么做呢？诸位请听好了，首先要准备2盆水，一盆是阳气充足的热水，一盆是阴气沉稳的冷水。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《黄帝内经》中就讲述了阴阳调和之道，冷热调和，方能阴阳相。频道跟大家说个有趣的事情，前些日子有个信众来找频道，说他家里总是诸事不顺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家中阴气太重，教他用这个方法后，不出半月，生意就红火起来了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天道循环的必然啊！现在来说说调配的关键时刻，要选在早晨阳气出生之时，这个时辰最适合净化。增广贤文有云：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这个道理是相通的。记住了，调配时一定要心存善念。金刚经告诉我们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净化空间时，也要净化自己的心灵。心正则气正，气正则运转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道友要问了，大师，那该如何摆放这净化之物呢？且听频道细说。摆放位置要讲究八卦方位，这可是大有讲究的。根据周易的智慧，我们要选择住宅的财位和事业位来布局。财位在东南方，事业位在正北方，
这都是有讲究的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千万别忘了，布置时要配合火元素，这就需要点燃清香或者蜡烛。六祖坛经言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我们用最简单的物件，却能产生最大的能量。说到这里，贫道想起一个重要的关节，布置完这些物件后，最好能放些舒缓的曲调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声波也是一种能量，列子中就提到过音律对天地之气的影响。我常对弟子说，万事万物皆有灵性，声音的震动能帮助我们调和空间能量，就像是给房间做了一次能量按摩。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悬，但确实是千年智慧的结晶啊。说到这里，想必大家都记住了调配和布置的关键，但是要注意，这些都需要用心去做。孟子曰，成者，天之道也；思成者，人之道也。只有真心实意的去做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记住了，调理家居风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需要持之以恒。正所谓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慢慢来，总会看到效果的。各位道友，我们继续说这能量维护之道。上回讲到了布置的方法，现在说说如何让这好运持续下去。天机呀，最怕断了生生不息之势。资治通鉴中有云，善善者得善，力行者致远。这净化之法也要讲究持续和维护，不然岂不是前功尽弃？来，贫道先说说日常维护的要点。首先啊，每逢初一十五，要记得更换盐罐中的盐。为什么选这2天？因为这是新月和满月之时，天地能量最为充沛。道德经告诉我们，道法自然，顺应自然规律，事半功倍啊。说起更换盐罐，可有讲究了。就盐千万不能随便倒掉，这里面可都是收集的浊气呀。要选在夕阳西下时，将其洒在流水中，让流水带走浊气。这就像心经所说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贫道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，盐罐摆放的位置也要定期调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煞气就像是会流动的水，位置不变就容易产生死气。阴阳宅大全中就有详细记载，要根据24节气来调整方位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问了，大师，那窗户要不要经常打开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窗户是家中气口，就像人的毛孔一样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每天早晚都要打开窗户通风，让新鲜空气进来，浊气出去。尤其是早上寅时，此时阳气出生，最适合开窗纳气。贫道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家中若是有植物，要记得经常给他们说说话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庄子云，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植物也是有灵性的，它们能帮我们净化空间能量。记住了，维护能量场还要注意居住环境的整洁。论语有云，举世见洁，物物有序。家中物件要整齐有序，不要杂乱无章。这不仅是风水之道，更是处世之理。贫道经常对来访的信众说，屋子脏乱就像蒙了尘的明镜，再好的风水都照不出光彩来。所以啊，要经常打扫卫生，保持居所清洁。这不仅是对物质环境的维护，更是对能量场的呵护。说到清洁，不得不提一个重要的细节，打扫时最好使用天然的清洁用品，避免使用刺激性的化学制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化学品会破坏自然能量场。太上感应篇告诉我们，上天降灾，未必以应；善人行善，未必以福。我们要用心呵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好运。记住了，维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需要长期坚持。就像无量寿经所说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诸位道友，前几次我们讲了布置和维护的方法，现在贫道要教大家如何察觉家中能量场的变化。要知道，趋吉避凶，首先要能察觉吉凶。且听贫道细细道来。易经有云，关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关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判断家中能量场，也要懂得观察征兆。第一个征兆就是看植物，若是家中植物长势喜人，枝叶繁茂，
说明能量场不错。反之，若是植物蔫头耷脑，甚至无端枯萎，那就要警惕了。庄子云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植物的状态就是最好的风向标。贫道常对弟子说，察觉不是，贵在及时。好比你最近是不是常常觉得心神不宁，睡眠质量变差，这些都可能是家中能量场出现问题的征兆。黄帝内经讲，上医治未病，我们要在问题严重之前及时调理。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，就是看家中镜子是否容易蒙尘。若是镜子总是很快就积灰，说明空气中浊气太重。太上感应篇告诉我们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些细微的征兆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问，大师，那么做梦是不是也能反映家中能量场的好坏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周易云：君子以果行育德。梦境确实能反映能量场的状态。若是经常做噩梦，或是梦到不吉利的东西，很可能就是家中能量场出了问题。贫道要特别提醒大家，观察家中财位方向的状况特别重要。比如财位上若是堆满杂物，或是放着破损的物品，必定会影响财运。道德经说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。我常说，趋吉避凶，重在行动。发现问题后要及时采取措施，可以用我们之前说的言贯净化法，也可以通过调整家具摆设来改善能量场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观察家人的情绪变化。孟子曰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若是家人之间经常无故发生争执，或是情绪烦躁，往往就是能量场出了问题的表现。贫道在此要特别叮嘱，察觉到不对劲要立即行动，切莫拖延。论语有云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持续关注和维护家中能量场，才能保持好运不断。贫道现在说说如何将这些妙法运用到工作场所。资治通鉴有云，明者防祸于未萌，智者图患于将来。工作环境的能量场同样重要。来，贫道先说说办公桌的布置。办公桌就像是你在职场中的小天地。阴阳宅大全中提到，按己得所，则心安神定。桌面要保持整洁，文件要分门别类，这样才能聚气生财。哎呀，说起办公室风水，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，座位朝向。贫道问你们，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坐在办公室总觉得心神不宁吗？很可能就是座位方向出了问题。周易告诉我们，背山面水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办公座位也要讲究方向。最佳的办公座位应该是背靠石墙，能看到门口，这样才能避免背后受到暗箭。太上感应篇云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我们要懂得趋吉避凶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问，大师，那宫位要是固定的，没法调整怎么办？莫急，贫道这就告诉你们解决之道。可以在办公桌上放置一面小镜子，借镜子的反射来化解背后的煞气。道德经说，反者道之动，这就是以柔克刚的智慧。贫道还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办公室也要定期净化能量场。可以在办公桌下方放置盐罐，或是在抽屉里放一小包喜马拉雅山盐。列子云，福祸无常，唯心所向。保持工作环境的能量场清净，好运自然来。记住了，办公室的绿植同样重要。庄子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在办公桌上放一盆小绿植，不仅能净化空气，还能旺财助运。说起招财，贫道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办公桌的财位在左手边，这个位置一定要保持整洁，最好放些转运物件。增广贤文告诉我们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只要用心经营，必有回报。最后，贫道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秘诀，每天早晨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通风，让新鲜空气进来。黄帝内经云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保持空气流通，才能让运势亨通。至此，我们关于住宅和办公室风水的话题就告一段落了。记住贫道的话，有诚心者得其道，有恒心者得其功。风水调理贵在坚持，
莫要3分钟热度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